想变强不必硬干，玉在手，神功速成不必愁。大家好，我是 Somi，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烟云16升赛季商店或者大家常说的免干商店里面有哪些是必买的好东西。赛季商店所使用的核心货币是墨玉，游戏中的货币种类算蛮多的，除了最常使用的通宝，还有短墨币、四方钱、长明玉，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角墨玉。如果你对这些货币还没有任何了解，想知道他们能做什么、怎么赚取，我的频道里面已经各有一期影片详细讨论了短墨币跟四方钱的赚取方式跟使用方式。如果你有兴趣，我会把影片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那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墨玉。墨玉的取得方式其实很简单，基本上只要你有上线玩游戏，都会获得画面所显示的这些玩法：探索、战斗、同游、闲趣，都会给你墨玉。简单说就是你去路边拔草采集，或者跑去打麻将，还是打副本之类等等的玩法，都会给你墨玉。墨玉一个礼拜的获得上限是2万，重置时间是在礼拜一的早上5点。大部分玩家都是在重置完后的2-3天就打满2万的墨玉。它可以说是故意设计成一个很简单就能获得并且拿满的货币。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到赛季商店，也就是我们来使用墨玉的地方。里面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用来养成角色强度所需要的材料。我将它们分为2大类，每周必须要购买以及有需要再购买的。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商品开始依序说明。武学心得是武学突破时会需要用到的材料。武学突破所使用到的数量会随着武学等级越高而变多，那只有在突破时才会用到，平常升级武学是不会用到这个东西的。这边我把它归类为有需要再购买，但这个很吃你玩的流派。目前我看到正手可以打出来的武学有以下这些：明金红、明金影、破竹风、烈石威、千丝灵。但除了明金红、明金影、破竹风这3个选项在清河就可以打，其他的武学心得是要到开封才有办法打。如果你用的是千丝玉，我目前没有看到有正手的副本会掉落，所以这边可能要评估一下自己玩什么武学流派去做购买或囤货。有些人玩的流派会属于每周必须要购买的。通宝是游戏中的主要货币，在赛季商店里面它的库存数量非常多，有999个可以购买。我们2万的墨玉要全部买下来也不够，我把它列为有需要再购买。第3个东西是正玉，正玉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在游戏中叠音系统加强角色能力时会大量用到。正玉是每周必须要购买的。接下来是心法心得3本，这个东西也是完全不够用的，它是用来升级你的角色心法，是超级重要的商品。心法可以升级到6重，越后面的升级数量越惊人，抽到不要的心法也能进行书票回收。再拿书票去购买你要的心法心得3本。这次更新已经有每周会重置的心法自选自换3本，就不用像之前的攻略需要 A 转 B 转 C 等等的操作了。这个是每周必须要购买的，而且是首选，一定要买。它攸关到角色变成完全体的速度。下一个是奇术突破资源箱，这个东西跟武学心得有点像，平常升级奇术并不会用到，但等奇术要跨阶级1重变2重的时候会需要消耗到。这些材料都是可以在特定地点野外采集获得，但要记得是有几率获得，不是一定获得。而且我觉得采集到的几率不是很高，并且当天采完就要等明天才会再重置，所以这个也是每周必须要购买的。接下来是生活物资资源箱，这箱子里面的东西比较常用到的是粗铁矿跟粗毛皮，它的用法也是跟正玉一样，是使用在叠音系统里面。这些东西也能在生活杂物商这边买到，生活杂物商的商品也是礼拜一会进行重置。我个人觉得这个也是每周必须要购买的，主要是杂物商那边库存只有99个，不太够用。这一页的最后一个是短墨币，短墨币的用途、用法跟赚取方式，我在前面的影片有提过，主要是用来吃美食、下棋、拿心法心得跟玩小游戏会用到。还有如果要玩开封跑商，会需要买这个作为启动资金，这也是每周必须要购买的。接下来我们先跳到营生养成类别，装备类别我晚点再说。这里是提升悬壶跟纹饰的商品，这边我会建议全部都换。隐身手记虽然可以在大世界获得，但一次获得的数量是蛮少的，直接用买的比较快。其他的东西大多数只能透过赛季商店这边购买，且制作高阶药水需要悬壶等级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制作，所以我把它列为每周必须要购买的选项之一。接下来外观兑换这边只有一个商品可以用墨玉购买，羽衣禅旅途，这东西是部分时装可以用来进行裁剪。但我本身没有可以使用的时装，所以我自己是没有用过。如果常买时装的玩家，那这个东西应该是一定要购买的，但不确定有多少时装可以进行裁剪。外观兑换这页最下面还有一个袅袅之音，是使用长明玉来进行购买，也别忘记了这是我们免费载的希望。
最后回到装备宝箱，要不要购买很看个人，主要是打副本也会掉，并且现在国际服等级有上限，把玩家等级卡住，每次开放新的等级区间，装备又要重弄一次。那除了套装真的差了某一个装备我一直打不到，我才会考虑购买这个宝箱去拼拼运气。以上就是赛季商店的必买商品介绍。影片的最后分享一下关于上一支影片提到的4方钱获取方式的小技巧，或者说是上次官方更新后才出现的问题。目前悬赏选单仇杀跟隐身很明显页面显示出了一点问题，点进去后基本上不太会刷新，但还补选单是正常的。我昨天研究后发现，我们只要点进去仇杀或隐身，把右上方的全部换成仅显示本区，再换回全部，它会马上刷新。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比别人更早刷新出页面。这东西我觉得是官方上次维修不知道把什么东西修坏了，导致仇杀跟隐身的刷新页面出了一点问题。但用我上述的方法可以马上刷新页面，变成可以比别人更早去接单，等于平常按右下角刷新的玩家拿到的都是2手名单。那这东西我已经回报给官方了，后续会不会处理我就不知道了。如果你平常是用银身在赚4方钱，那你知道你现在该怎么做了吧？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请帮我点赞或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Somi， 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